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用种植床。油管上大部分的种菜博主都用了种植床，而且有超多的视频来教大家如何建造种植床，如何给里面填土还有种植床的种种好处。这就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，是不是种植床才是后院种植的最好的办法？没有种植床，我们就无法改善土壤。其实我今天就要来唱一下反调，因为我觉得种植床和平地种植实际上它们各有千秋。哪一种方法是对你家最好的种植的方法呢？这完全要看你家里的环境条件和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定的，并不是说种植床一定是最好。因为就我家的情况来讲，我们家总的种菜面积大概有半亩，我们也种了14年了，我们一直没有用种植床这也是以前我跟纯爸爸争执的一个话题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我们就一直没有用种植床。在这几年我跟他学种菜的过程中，我也渐渐认同了他的这种想法。那现在我就根据我们家的情况来分析一下。第一，我们用平地耕种这些年真的省了不少钱，因为种植床它的初始投资其实是很大的，不仅是外面包边所用的材料你需要花钱买，还有里面要填的土也是一笔很大的投资。你的床建得越高，它里面要填的土就越多，要花钱去买营养土。还有就是种植床它每年这个土它会有流失，而且土的营养也会有流失，所以每年春天你都要往里面加新的营养土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是用木材来包边的，这个木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木头，是要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的。这种木头它的寿命也就是5年左右，所以5年以后这些木头就要修修补补或者换新的了，这个你也是要考虑的。那我们家是怎么操作的呢？因为我们的面积比较大，我们就是在秋天会收集大量的树叶，把它打碎，然后呢用翻土机翻到土里，跟土混合，这样经过了冬天和春天以后它就已经变成了非常好的腐殖土。再加上我们自己家里做的大量的堆肥，这样的操作呢，1年又1年我们家的土是越种越肥的。如果用种植床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操作。其实我们这样的操作非常省时省力，虽然它是用机器翻土的，不是用手工的，但是确实节省了我们非常多的时间。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，专门就是介绍我们家的这种大面积增肥的方法的，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底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第二，平地耕种更省水，因为种植床它是加高的嘛，所以它漏水漏得更快。在干燥的季节种植床它的用水量要比平地多很多。像我这里夏天和秋天都是非常干燥的，我们菜地里需要浇大量的水。如果用种植床的话，那用水量会大大的增加，而且需要更频繁的浇水。所以种植床它比较适合那种雨水多又非常潮湿的气候。在干燥的地区，实际上种植床是非常不适合的。而且在平地上你安装灌溉系统的话，当然是更方便了。第3点就是秋冬季的保暖。因为种植床它是高出地面的嘛，那秋冬季气温下降的时候，种植床里的温度就下降得非常快。地面呢，它依靠地气会保持一定的温度，在冬季地面的温度会比种植床表面的温度高出好几度。那这个高出的好几度，在我们北方这个寒冷的天气里就非常关键了。种在地表的蔬菜一定比种在种植床里的蔬菜更抗冻。还有很多常年生的蔬菜，那绝对是直接种在地里就更省心了，因为依靠地气嘛，地气可以给它保湿保暖。
第4点就是平地耕种的灵活性，因为没有固定的种植床嘛，所以你在布局上做任何的调整都是非常的容易。你要扩大或者缩小你的种植范围也是非常容易的。就拿我们自己家来说，我们每年都会获得一些新的成功和失败的种植经验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，我们每年都会对自己的菜园的布局做一些调整。那每年菜园都会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新的菜园，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建种植床之前，一定要对你自己院子的小气候有充分的理解，包括就是每个地方它日照的时间啊、雨水的流向呀，还有没有挡风墙啊，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。而且如果你一旦决定要建种植床，也不需要一步到位，可以先做1、2个试试，然后另外同时也做一些平地耕种，你这样就有时间可以把两者进行比较。在你获得了一些经验以后，也许你的想法会有所改变。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。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留言和订阅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